近日，继计划援助 KF51黑豹后，德国再次传出爆炸性消息。德国打算在乌克兰建设豹式坦克生产厂，一年生产几百辆进行援乌。难道德国才是乌克兰最忠诚的伙伴？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升级，如果要问哪一个欧洲国家受影响最大，那绝对是德国无疑。一来，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俄德双方就有着诸多的能源合作项目，但为了响应对俄罗斯的制裁，德国就与俄罗斯进行了能源脱钩，这直接加剧了德国面临的能源危机问题。二来是在美英等国的坚持下，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加入了军援乌克兰的行列，而在这长达1年多的援助中，极大程度地消耗了德国的武器库存，加上德国自己的豹2坦克也并不富裕，所以要想援乌就得拿出现役的豹2坦克。因此，为了应对坦克库存紧张问题，德国就想出来了2个方案：一是向曾经出口该坦克的国家回购豹式坦克，以满足本国国防所需，如向瑞士、挪威、加拿大等国进行回购；二便是增加豹式坦克的产能，再造一批坦克来满足需求。于是3月5日，德国国防企业莱茵金属公司 CEO 帕伯格便表示，目前正就在乌克兰建设坦克生产厂进行谈判，并预计坦克工厂竣工后，每年可生产约400辆最新型号的豹式坦克，到时援乌就是洒洒水的事情。同时，他还表示，他对谈判前景非常看好，并预计接下来2个月内就能出结果。因为乌克兰目前急需武器装备，光是坦克就至少需要600至800辆，基辅方面没有理由拒绝。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出，德国真的很自信，势在必行。可德国为什么不在本国建厂，非要跑到乌克兰呢？首先，德国打着援乌旗号建厂，那建造资金就不会完全由德国来掏，拉着美英法等国和北约一起拿他们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岂不美哉？其次，在乌克兰建厂还能为德国自己获得更多豹式坦克找到一个借口。毕竟受战后因素影响，德国其实也不具备完整的军事权，在拥有的武器装备方面也受到了限制。加上现在又受通胀、能源等危机影响，目前的德国工业制造环境可以说并不乐观。因此，选择在乌克兰建厂，或许能以援乌国家的身份，尽可能的降低生产成本，拿到更多的豹式坦克。那选择在乌克兰就是最好的选择吗？其实不然，德国在乌建坦克厂计划一出现，就遭到了专家质疑，认为这一计划虽然完全符合西方军事化的战略，但坦克生产厂也必将成为俄罗斯有效打击目标。3月5日晚，俄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便表示，德国在乌建坦克工厂一事是个笑话，并警告称，如果坦克工厂开始建了，那俄方将用口径巡航导弹表示对他的祝贺。也就是说，一旦德国在乌克兰开始建厂，那俄方将第一时间用导弹将其摧毁。所以，乌克兰并非第一选择，那哪里才是最好的选择呢？火力军觉得，除了乌克兰外，德国选择在波兰建坦克厂的可能性最大。首先，波兰地理位置优越，波兰北濒波罗的海，西邻德国，南接捷克斯洛伐克，东邻俄罗斯、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处于东西欧交汇处，多条国际公路贯穿波兰，可辐射整个欧洲大陆，是欧洲第5高速大国。同时，它还是中欧班列重要换轨节点。9成中欧班列通过或抵达波兰，在波兰生产的豹式坦克能很快运抵乌克兰进行援助。其次，波兰的宏观经济稳定，有政策支持。自1992年以来，波兰经济始终保持正增长。2019年 GDP 增长4%左右。2020年虽受外部因素影响，经济有所下滑，但衰退程度远低于其他主要欧洲国家，是受外部影响较轻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波兰，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投资均可获得所得税减免，甚至在特定条件下还能申请波兰政府资助或欧盟结构基金支持，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最后一点是波兰的人力成本低，市场潜力大。波兰人口3827万人，是中东欧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力成本仅为西欧发达国家的1/3。而且从首批到货的援乌坦克是波兰的豹2 A4坦克也能看出，波兰是向乌克兰援助坦克最积极的国家。据统计，波兰总共将向乌克兰援助74辆坦克，其中包括14辆豹2和60辆其他坦克。
这大约相当于一个加强营的坦克了。而在此之前，波兰还曾偷偷摸摸地往乌克兰运送过 T-72 坦克、BMP-1 步兵战车和 2S-1 自行火炮等库存的苏联武器，并派人训练了乌克兰士兵如何使用豹2坦克。由此可见，选择在波兰建造坦克厂既经济又实惠，效率还高，而且波兰还会全力支持乌克兰，绝对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为了防止梅德韦杰夫所说的口径导弹赫里，建造的坦克工厂完全可以像热舒夫机场那样，周围布满爱国者进行防空。若是波兰允许，德国甚至可以将自家的空军第一防空导弹联队拉过来进行部署。该联队在防空方面实力极为不俗，其装备有爱国者地对空导弹、Martins 近程防空系统和虎猫轻型防空系统。平时干的活就是利用爱国者地对空导弹对抗飞行器和弹道导弹的威胁，以对指定的区域和对象进行保护，和利用 Martins 近程防空系统保障己方部队营地的安全。所以，将坦克厂建在波兰，安全绝对是有保障的。但也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就是德国一旦选择增产豹2进行援乌，不论坦克厂最终建在哪个国家，都将进一步加剧当前局势的紧张。也有人觉得，德国建坦克厂计划是否能够落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它可能只是在向我们预示，欧洲国家将出现一个向乌提供豹2坦克的交付高潮，如德国决定将18辆豹2坦克移交给乌克兰。上个月底，加拿大表示会援助4辆豹2坦克，挪威将向乌克兰援助8辆豹式坦克，以及波兰宣布将在国际联盟框架下向乌克兰提供了14辆豹式坦克等等。据报道，波兰、挪威、加拿大、芬兰、西班牙等国将共同为乌军组建豹2 A4 坦克营。而在上个月20日左右，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曾表示，乌克兰军队计划将组建至少2个配备了德国豹2主战坦克的坦克营，以及6到7个装备老式豹1主战坦克的坦克营。同时，德国新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在陪同乌克兰驻德国大使检视受训乌军时表示，德国的目标是在3月底前向乌克兰交付已完成相关训练的作战士兵以及作战装备，如豹2坦克和黄鼠狼步兵战车等。就目前而言，已经有包括德国、波兰、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挪威、丹麦、荷兰在内的8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共计75辆豹2 A4 和 A6 型号主战坦克。除了豹2坦克之外，西方国家还将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豹1坦克。德国、荷兰与丹麦国防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将投入资金修整军工企业库存中至少100辆豹1 A5 坦克，并在数月内交付乌克兰，以作为豹2主战坦克的补充。而在乌军车组成员培训方面，乌克兰已经派出了多批人员前往德国、英国和波兰，接受操作和维修西方坦克的相关培训。他们的培训课程时长会持续6到8个月。波兰教官曾对参与受训的乌军人员评论道，乌军士兵有管理和维修主战坦克的经验，因此他们能很容易掌握豹2的相关技巧。豹2主战坦克与苏制 T 系列主战坦克相比，尽管前者60到70吨的战斗权重对于乌克兰的泥泞来说更充满挑战，其机动性也相对较差。但这些主战坦克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需要击败海量的苏联坦克的情况，因此他们的电子设备、火控系统、武器、防护性能以及成员舒适性都要比 T72、80、90为骨干的俄军装甲力量更有优势。此外，目前在俄乌战场上，尽管坦克大规模直接碰撞很少发生，但豹2在巷战或在突围中依旧具备较俄军更为先进的信息化优势，成为步兵的得力助手。此外，这些重甲主战坦克在抵御无人机投掷弹药或巡飞弹时生存能力更高。如豹2 A4 坦克营自上个月27号被发现在乌克兰战场后，至今都还没有关于豹2被摧毁的实锤消息传出。尤其是士兵平均仅能存活4小时的巴赫穆特，豹2 A4 竟然已经生存了10多天，这完全归于豹2 A4 强大的防护能力。其车体与炮塔均采用尖细复合装甲，如此一来，便能使得豹2 A4 在很好的抵御动能穿甲弹杀伤的基础上，同时也能抵御化学能弹药的攻击，如 RPG 和反坦克导弹。
初来乍到的德制豹2A4，除了要应对水土不服的环境因素外，还要直面当下的巴赫穆特绞肉机战场，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毫不夸张地说，这已经严重超出了豹2A4的能力范围。那么豹2A4到底干嘛来了？是为了掩护巴赫穆特乌军守军撤退，还是为了大反攻做准备呢？巴赫穆特又是否还需继续坚守呢？最近几周，随着俄罗斯雇佣兵集团瓦格纳的持续逼近，前线不断传出消息称，乌军已经开始组织撤退，以避免被包围。对此，乌方表示，乌军将继续在巴赫穆特进行防守，并进一步加强这一地区的阵地，从而持续消耗亲乌俄军的有生力量。乌总统泽连斯基在近日的视频讲话中称，目前巴赫穆特是最艰苦的战斗之一，痛苦又艰巨，但他仍然认为乌军应该坚守巴赫穆特，并已下令增援乌军在巴赫穆特的阵地。俄媒分析认为，夺取巴赫穆特将是俄军的一场关键胜利，有利于俄军后续寻求实现控制整个顿涅茨克地区的战略目标。的确，如果俄军拿下了巴赫穆特，那么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两处乌方要地则有很大机会会被俄军突破。克拉马托尔斯克是乌临时州政府所在地，而斯拉维扬斯克则是重要交通枢纽，乌军自然十分紧张。从军事角度来看，巴赫穆特对乌克兰而言战略意义较小，但由于俄乌双方在此数月的鏖战，这座小城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毫无疑问，随着战争的继续，巴赫穆特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超过了其军事意义。不过，对于巴赫穆特的战事，美国方面倒是显得云淡风轻。近日，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乌军撤离巴赫穆特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这场战斗的局势。如果乌军决定重新部署到巴赫穆特以西的地区，我不认为这是一场行动或战略上的挫折。实际上，针对巴赫穆特死守与撤退的问题上，美国与乌克兰早就出现分歧。美国确认坚守这里并无太大的军事价值，可是乌军则认为巴赫穆特的得失关系全国民心士气，极具政治价值，不能丢失。但就目前巴赫穆特的情况而言，在俄军即将形成的包围圈中，还有至少4个旅，大约1.2万至2万名乌军士兵在坚守。因此，乌军当务之急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损伤，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去消耗最多的俄军有生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最后，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莱茵金属公司 CEO 帕伯格在介绍时是以年为单位来描述原乌坦克厂的生产情况。也就是说，若仅靠这一家坦克工厂供应，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才能满足乌军需求。再算上建造坦克厂前期的投入以及维持工厂运行的资金，不会是一笔小数目。若仅为了满足乌军需求就特意在乌克兰建厂，显然不是明智选择，而莱茵金属公司也不太可能做亏本生意。那只能说，在德国看来，俄乌战争这场消耗战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所以选择在乌建厂也是出于长远考虑。同时，在上周，德国联邦国防军协会主席安德烈·维斯特纳也表示，那些认为俄乌冲突会在今年迎来结束的想法太过于天真，冲突可能还会持续10年。好了，大家觉得德国是否会建坦克厂？会在哪里建？这场战争又会持续多久？以及巴赫穆特是否仍需坚守？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